小布跟着路易斯去看了一场话剧后，对只会在舞台上唱跳 rap 的新生代演员很不满意。路易斯见他口若悬河，夸夸其谈，揶揄说你行你上啊，随手扯了一张原哈镇表演艺术学院的招生广告。小布冷哼一声说不怕货，随即给路易斯即兴表演了一下什么叫神演技。他一拍那位练习时长2年半的小演员说，小伙子演得不错，真有天赋啊。再说皮特开着他的小渔船出海钓鱼，他现在生意混得看样子还不错，得雇上2个帮工了。皮特正享受当吸血鬼的滋味，忽然听见海上有人大喊救命，他立即将救生圈抛下去，捞起来个赤身裸体的男人。男人对皮特千恩万谢，还邀请他到自家吃饭。路易斯得知后很高兴，说自己今天不用做饭了，你还是做吧，做好我扔了，免得你出一身书了。皮特的嘴还是那么碎。小布最近一直在读演员的自我修养，觉得颇有心得，便表演了几句，想让皮特点评点评。皮特听到一半就猛拍大腿，连说3声好好好，并表示他这个人就喜欢鼓励别人迎难而上，突破自己的短处。小布说我他妈谢谢您嘞。闲话休提，皮特带着全家赶到被救男人格里芬家赴晚宴，开门的竟然是一个浑身光溜溜的小屁孩。再一瞧，格里芬全家都没有穿衣服，他们表示自己是裸体主义者。然而这依旧不能平息皮特一家受到的精神冲击。皮特对天发誓，他救格里芬的时候真以为这小子衣服是被冲走的。一场充满尴尬和诡异气氛的晚宴开始了，皮特吓得手一抖，热狗掉地上了。他弯腰下头一捡，只见格里芬眉头一皱，我操，捡错了。回家的路上，皮特全家都感觉重获新生一般，除了梅根。他认为穿不穿衣服是小事儿，重要的是这家人都挺不错的。皮特表示，去他妈的裸体主义，这种行为是有违自然天性的。路易斯觉得脑子里存着这种记忆是会留下病根的，当即给全家用了厨艺闪光。不久，饺子陪着小布去参加艺术学院招生面试，他都不是真的关心小布的演艺事业，反而是去搞别人心态的。纵然小布起早贪黑的排练，但表演这玩意儿还是需要一点天赋的。他上场还没说过2句，面试官就让他滚蛋。饺子不服气，上台痛骂面试官有眼不识千里马，被自大和傲慢蒙蔽了眼，说到怒极，啪的一下把花瓶摔了。面试官一瞧眼睛就亮了，觉得饺子是个有天赋的演员苗子，决定将他招收进表演系学前班。饺子进入学前班后，老师安排了一名女学员跟他搭档表演。然而那个妹妹头自视甚高，甚至瞧不起饺子这个新来的。饺子一听勃然大怒，一摔板凳，自个儿上台表演。不过演独角戏确实缺乏点张力，面对妹妹头无情的嘲讽，饺子给他来了一套否定的否定为肯定拳法，硬生生把妹妹头那句你演的最烂掰成了你演的最好。这套精神胜利法属实是被他玩明白了。镜头一转，梅根在商场里遇到了格里芬的儿子杰夫，这家伙光着屁股满大街溜达，手里一把自水枪，见面打招呼就来2发，就这样居然没被当成变态给拖走。梅根对这个行事与众不同的精神小伙颇有好感，眉来眼去之下居然脸红了。杰夫浑身红得像煮熟的螃蟹，看来丘比特的箭又开始瞎射了。路过的老 gay 看到杰夫的大肥屁股，激动的假牙差点掉下来。另一边，饺子在表演学前班的学习并不顺利，他虽然很擅长夸夸其谈，但对乐器一窍不通，卯足劲儿一吹，结果蹦出一个屁，吓得全班同学都往后退了几步。妹妹头对他的嘲讽和羞辱尤其多，饺子本想和他搞好关系，到最后只有贱人二字送给他。转天，饺子偷听到老师间的谈话，老师表示他和妹妹头是全班成绩最差的，而且他俩连人际关系都处不好，天天表演独角戏，再这样下去他就把这2个臭小鬼给开除了。饺子吓得赶紧去找妹妹头，表示他们必须合作应对这场危机，明天就是考核日，他们得搞出点狠活让老师刮目相看。与此同时，梅根邀请杰夫到家里做客，他发现杰夫和自己有超多共同点，俩人越聊越投缘，差点就奔卧室去了。这时候皮特和路易斯推门而入，看到客厅里赤条条坐着个裸男，皮特惊得下巴都快掉下去了。他先给自己来一口路易斯的防狼喷雾压压惊，凡是杰夫碰过的地方他都好像上面沾了臭狗屎。杰夫因此非常受伤，离开前还向梅根表示自己受人歧视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他爸妈这反应他能理解，拜拜，不再见了。梅根又伤心又愤怒，觉得爸妈的做法太不像话了，从此和他们打起了冷战，每天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哭，也不跟爸妈说话。皮特和路易斯痛定思痛，觉得他们的确反应过激了。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，他们将杰夫再邀请到家里，然后提前透个精光，给杰夫来个入乡随俗。对爸妈这种暖心做法，梅根极为感动。虽然看到皮特玩大鸟转转，他实在忍不住想吐。另一边，饺子和妹妹头搭档在审查考试上进行了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把老师震惊的抠下眼珠子写了好几遍。饺子趁机给了他一个大逼斗。老师说：“小祖宗，您要打我把脸给您伸过来。”有才华的演员可是摇钱树。饺子和妹妹头成立你好搭档，到处登台表演。
收获了无数掌声。然而随着名气渐大，暂时和解的俩人又闹起了矛盾。当老师给他们安排了一场大剧院首秀时，俩人在后台吵到要决裂的地步。妹妹头最后闹脾气罢演，饺子觉得没他靠自己一样行，就屁颠颠跑上台，结果被愤怒的观众差点用口水淹死。经纪公司见状和饺子解约，表示除非妹妹头继续和他搭档，否则绝不会再让他上台，这让饺子陷入了癫狂之中。妹妹头去好莱坞发展之前，好心前来探望他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表演天赋，争取到单独上台表演的机会，饺子挖空了心思，耗尽了血力，最后把自己逼疯了。直到小布来到疯人院里找他，才把他从执迷之海之中拽出来。这天，皮特又全家出动去购物，路易斯让皮特把饺子看好。他单独去采购时撞见了大学时的前男友，俩人10多年没见了，都非常惊喜，话就聊得多了。路易斯回家给饺子换尿布时，向小布说起了他的烦恼，他今天遇到的老朋友邀请自己去喝咖啡叙叙旧。但路易斯很清楚皮特的醋劲，他要是知道此事，那不得闹个天翻地覆。所以思来想去，路易斯决定偷偷的去。反正平时皮特在家里都只顾看电视，不料天算不如人算，皮特的邻居们搞了一辆能够监听的车，邀请皮特一起上街到处听八卦，有乐子皮特当然不会错过。结果最后发现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，路易斯居然背着他在咖啡馆和别的男人约会，皮特赶紧用监听车去偷听俩人的谈话，最后得知那个男人还是路易斯大学时的前男友，气得他快把牙给咬碎了。皮特决定以牙还牙，翻出自己年轻时的日记本，挨家挨户去找前女友复合。可惜岁月无情，这些人要不是长残了，要不是出柜了，唯一一个能看的还是病娇，穿了10几年婚纱等着他来迎娶，把皮特当年用过的马桶天天当成宝贝亲，吓得皮特夺门而逃。最后皮特花钱请了只野鸡来家里演戏，路易斯立即看穿了他的把戏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他觉得皮特心里有问题，自己这个男性朋友就好像犯了大罪，俩人吵进了心理咨询师的办公室。咨询师在皮特家各处安装了摄像机，通过观察他们一家人1周的日常生活，咨询师表示这是自己这辈子见过最糟糕的家庭，建议他们分居，保持距离有助于消化矛盾。分居之后，皮特和路易斯都开始建立新的男女关系，当然这也是咨询师的建议。倭瓜男想到隔壁老王已经很久了，这回可算逮住机会，一番软磨硬泡把路易斯忽悠进餐厅，皮特也在龅牙叔的撮合下开始和对方年轻漂亮的侄女约会，结果两方在餐厅撞上了，倭瓜男吓得只想钻进地缝里，生怕皮特发现他在泡自己老婆。路易斯也没心情约会了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皮特和女孩。皮特靠着各种羞辱人的脑瘫行为激起了女孩的受虐狂嗜好，俩人正要强吻皮特，路易斯一瞧，怒火蹭蹭直往外冒，冲上去将女孩暴打一顿。他向皮特道歉，说自己终于明白嫉妒是怎么一回事了，看到爱人和别的异性接触，这种情绪是根本控制不住的。皮特大笑说理解万岁，手牵手直奔家里的卧室而去，留下受虐狂女孩独饮苦酒。倭瓜男赶紧叫上酒保上好酒，虽然他没泡到路易斯，但他今天依然能够策马奔腾。